2025年即将翻页，这一年对美军航母而言绝非平淡无奇的过渡，而是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。新旧力量在这里激烈碰撞，技术路线面临关键抉择，舰队规模遭遇换代阵痛，作战概念也在急速演变。曾经的海上霸主正经历一场全面体检，有些项目交出了高分答卷，另一些则引发了激烈辩论。未来将走向何方？答案或许就藏在这一年的挑战与突破之中。我们一起来复盘这场正在进行的航母大考。2025年的美军航母技术正处在一个有趣的阶段，既能看到未来的影子，也面临现实的挑战。目前美国海军航母正处于新老技术交替期，老一代的尼米兹级还在发挥着关键作用，他们的技术虽然成熟可靠，但设计思想来自20世纪，在当下便显得有些落后。新一代的福特级虽然带来了许多突破，却也在成长中遇到烦恼。这种新旧并存的现象让2025年显得特别重要。首先看推进系统，航母的核动力装置一直是个技术亮点。福特级采用了新的反应堆设计，发电能力比尼米兹级大幅提高。这种强大的发电能力为未来装备升级留下空间，但新反应堆的维护复杂性也带来了不小的难题。有报告指出，它的维护时间要比预期长，这大大影响了航母的出勤率，这是技术升级带来的新问题。接下来看看飞行甲板技术，电磁弹射系统无疑是重点，它的设计理念很先进，可以更灵活地弹射各种飞机，从重型战斗机到轻型无人机，理论上都能轻松应对，但实际使用中却遇到挑战。2025年的测试数据显示，系统的可靠性仍在改善中。一次实际任务中，弹射系统出现临时故障，导致飞机作业暂停数小时。虽然问题很快解决，但暴露出系统仍需完善。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技术是先进的武器升降机，这些电磁驱动的升降机设计上能更快运送弹药，提升舰载机的出动率，但实际部署过程并不顺利，部分升降机的调试时间比原计划要长不少，直到2025年所有升降机才完全验收合格。这个过程反映了新技术集成面临的普遍挑战。舰载机方面也有技术更新， F-35C 隐形战斗机的整合在2025年取得重要进展。这种第5代战机的加入显著提升了航母的空中战力，但新飞机需要新的维护设施，航母需要进行相应改造，这些改造工作正在逐步推进。同时，无人机技术也在发展，舰载无人加油机的测试在2025年继续进行。这种无人机能扩展有人战斗机的作战半径，但完全融入航母作战体系还需要更多时间和测试。防御系统同样在升级，新的雷达和拦截系统在2025年开始部署，这些系统能更好地应对现代威胁环境的变化，但新系统的软件集成偶尔会出现兼容性问题，需要持续的更新和优化。最后看看网络战能力，现代航母越来越依赖复杂的网络和数据链，2025年在这方面有显著的投入和改进，航母现在能更好地与整个舰队共享信息。这种网络中心战能力被认为是未来的关键，但网络安全挑战也随之增加，需要不断投入资源防护。2025年的美军航母在技术层面呈现出以下特点：成熟技术继续可靠服务，新技术带来能力提升，同时也伴随着成长烦恼。每个新系统的部署都需要时间调试完善，这种技术过渡期的特点在2025年表现得特别明显。航母作为复杂的作战系统，任何技术改进都需要全面考虑。如果说航母技术是肌肉，那么舰队结构就是骨架。2025年的美军航母骨架的核心主题是规模与代际的艰难平衡。简单说就是既要数量也要质量，但挑战不小。目前美国海军航母总数维持在11艘，这是法定的最低数量，也是长期追求的目标。具体构成非常清晰，10艘尼米兹级航母加上1艘福特级航母，它们共同组成骨架，但这个骨架正在老化，也面临更新换代的压力。尼米兹航母的年龄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，最早服役的尼米兹号已经超过50年历史，最晚服役的布什号也有将近20年了。这些航母虽然状态不错，但都需要定期大修维护。按照海军现有计划，每艘航母的服役周期大约是50年，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，尼米兹级将陆续到达设计服役年限的终点。
替代计划早已制定，福特级航母接替尼米兹级，这是既定的换代路线，但计划与现实之间存在明显的时间差。第一艘福特号2017年服役，第二艘肯尼迪号原计划2024年交付海军使用，但实际进度已经推迟，目前看来要到2026年才能完成所有测试，正式加入战斗序列。这种推迟带来了连锁反应，尼米兹号计划退役时间被迫相应向后调整，因为它必须等到肯尼迪号能够接替才能放心离开岗位。这种等待不是免费的，老航母的维护成本随着年限增长而上升，一些关键部件的更换变得越发困难和昂贵。更长远的问题在于后续舰艇的建造节奏。第三艘福特级企业号正在船厂加紧建造，它的进度同样重要。因为按照时间推算，当企业号完工之时，正是第二艘尼米兹级到达退役年限的时候。如果建造进度跟不上，又会出现青黄不接。这种新旧交替的节奏在2025年显得特别紧张。海军必须精密计算每艘航母的剩余寿命、每艘新船的建造进度、每次大修的时间长度，任何环节出现延误都会打乱整个计划。维持11艘的数量，就像玩一场复杂的多维度拼图游戏，除了数量，还有构成比例。目前11艘中10艘是旧款，只有1艘是最新款。这个比例正在缓慢改变，随着更多福特级加入，新款的比例逐渐上升。但这个过程需要数十年，预计到21世纪40年代后期，舰队才会完全由福特级主导。在这个漫长的过渡期，海军必须同时维护2套不同的技术体系、2套不同的训练流程、2套不同的后勤保障。这种双重标准的负担在预算和人力上都有体现。还有一个结构性问题，就是航母的尺寸和吨位。福特级比尼米兹级更大，能够搭载更多飞机，作战能力确实更强，但相应的港口设施、维修船坞配套设备都需要相应升级改造，这些基础设施投资同样计入结构成本。最后是预算结构问题，建造新航母需要资金，维护老航母也需要钱，训练船员、购买舰载机、升级系统、进行演习，所有这些开支要在有限的预算内分配。2025年的预算文件显示，航母相关开支占比很大，如何平衡当前与未来，成为决策者的难题。总的来看，美军航母舰队结构正处于关键转折点，新旧世代正在交替，数量维持面临压力，时间安排需要精确，资源分配必须合理，这些问题相互关联，构成复杂的结构挑战。纵观2025年美军航母的战略运用，呈现出显著的调整趋势，其部署逻辑与存在模式正在适应新的安全环境。战略定位的核心转变是从绝对控制转向关键威慑与灵活响应，航母不再试图无处不在，而是确保在必要时能够迅速介入关键区域。这种思路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全年的部署规划和行动节奏。印太区域仍是重点。罗斯福号航母今年超过60%时间部署在太平洋海域，但具体行动模式有变。它不再长期锚定某个固定基地附近，而是在关岛、菲律宾海以及日本以南广阔海域进行大范围机动巡航。这种动态存在模式旨在提高生存能力，同时保持战略影响力。今年春季的演习中，罗斯福号与护航编队在72小时内机动了超过800海里，展示了这种新常态。地中海区域的部署则体现出选择性存在。布什号航母今年2次进入地中海执行任务，但每次停留时间不超过30天，相比以往6个月部署，周期明显缩短，任务内容也更具针对性，主要与地区盟友进行预设科目的联合演练，完成后即转向其他区域。这反映了资源集中原则，不再维持永久性存在，而是进行脉冲式部署。北极方向的试探性活动是今年值得关注的方向。尽管没有常驻计划，但杜鲁门号航母编队夏季在挪威海进行了为期3周的适应性训练，重点测试了寒冷环境下舰载机起降作战流程及后勤保障链条。这类行动虽然规模有限，但为可能性的未来积累了必要的数据和经验。部署调整的另一个维度是航母战斗群的编程，正在尝试模块化组合。以斯坦尼斯号为例，今年在执行任务时，曾将护航舰艇分为2组，一组伴随航母行动，另一组在前方海域进行独立侦察巡逻。2组通过数据链保持协同，这种可拆分编组模式增强了战术灵活性，也呼应了分布式作战理念。与此配套的后勤体系同样在进行适应性调整，前沿补给点的设置变得更加灵活机动。今年在西太平洋区域试验了由民用货轮改装的海上移动补给平台，
这种平台可预先部署，在任务海域附近待命，从而减少航母编队对固定基地的依赖，提高了独立行动的周期。部署节奏本身也在优化，传统的6个月部署周期正在被更灵活的3+2+3模式取代，即3个月海外部署，2个月本土附近训练，再3个月海外部署。这种节奏旨在保持更高的整体出勤率，同时减轻舰员疲劳。今年已有航母开始试行这种新周期。当然，调整伴随挑战，动态部署对舰艇状态提出了更高要求。今年就有舰艇因维护延迟导致部署时间表调整，频繁的机动航行也增加了燃料消耗和机械磨损速度，这些实际成本因素正在被重新纳入评估。从更宏观层面看，这些部署调整反映出美军正在重新平衡全球存在与区域聚焦、力量展示与实战准备、短期反应与长期威慑之间的关系。航母作为核心资产，其动向最直观体现着这种战略上的再校准。总结来说，2025年的航母战略部署特点可归纳为几个关键词：动态化取代静态化，机动性优于固定性，针对性胜于普遍性。这些调整不是临时的，而是基于长期评估所形成的系统演进。2025年，美军对于航母未来的讨论出现了一些新概念，这些想法可能预示着未来10年的发展方向。首先聚焦了航母的防御体系整合，传统防御依赖护航舰艇，新概念主张将航母本身作为防御网络的核心节点，利用其强大雷达和计算机调整整个编队的防空反导。今年相关试验的重点是加快从探测到拦截的整个决策和行动链条，缩短反应时间窗口。这种一体化防御思路旨在应对更复杂威胁。其次，涉及后勤保障革新，传统补给依赖港口，新想法是建立海上移动维护和补给网络。今年测试了使用大型无人潜航器进行隐蔽后勤运输，以及利用商业标准集装箱装载预制补给物资。这些概念如果实现，可延长航母编队的持续作战时间，减少对固定基地依赖。第三个是关于航母的任务弹性，即在单个部署周期内快速转换任务类型，比如从高强度作战准备转为非战斗人员撤离或灾难救援任务。今年相关训练增加了这类快速转换的科目，检验指挥系统和舰员应对任务突变的能力。这种多任务适应性被视为未来关键。最后是新提出的所谓联盟作战云概念，即航母作为数据枢纽，实时与盟国舰机共享战场态势和指挥信息。今年进行了首次多国参与的实战化测试，重点验证了不同国家装备系统的兼容性以及数据共享规则。这个概念如能实现，将提升联盟作战效率。这些新概念的提出反映了美军在思考航母未来的发展方向，不局限于硬件升级，更关注运用方式创新。2025年即将过去，美军航母的变革之路却远未到达终点。我们从技术看到结构，从战略看概念，每个维度都在动态调整。技术革新伴随可靠性挑战，舰队换代面临数量平衡，战略部署趋向灵活机动，未来概念不断涌现。这些变化并非孤立，它们相互影响交织，共同塑造着航母的未来。新技术需要新结构支持，新结构依赖新战略运用，新战略催生新概念设想。这是一个系统工程。今年的实践表明，变革充满复杂性，进步与挑战并存，理想与现实角力。航母作为海上核心，其演变不会停止。2025年只是其中一个承前启后的节点，未来的航向已然设定，但具体航线仍需摸索。